朋友们，你想知道佛究竟是什么吗？如果当下你已经修行了很长时间了，具体的时间连自己都记不清了，也不知道自己看过多少的经典了，但是呢，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真心、自性、佛性。当然，真心也好，自性也罢，包括佛性，其实它们都是一个意思。如果你是处于这种状态，那么今天的内容一定要耐心看完。如果缘分到了，你会瞬间顿悟警醒。好，我们知道禅宗呢讲究顿悟，而坛经呢可以说就是一部讲顿悟的修行宝典，里面主要讲述的就是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。如果我们要想理解顿悟，首先就要明白坛经中所说的3个关键点，分别是内外不住、邪正不用、无念为宗。坛经中说道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。如何理解内外不住呢？其实就是心外无物以及心内也无物。心外无物很好理解，就像我们用手握住一支笔，我们对笔的认知是手的触感，是笔的形状和颜色，是笔书写是否流畅。但实际上，我们从未拥有过这支笔，我们拥有的只是对这支笔的种种感受和认知，而种种感受和认知，最终只会被我们的心所接收。所以笔最终是我们心中的种种体会，并不在外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人拥有许多财富，如果他选择存在银行，那么他感受的只是一串数字；如果他买了豪宅，那么他感受的是一座建筑；如果他捐助给贫苦疾病之人，他感受的是一种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升华；如果在临终那一刻，他还未将财富妥善安排，那么也许他会感受到遗憾。终究来说，最终只是人心中的种种感受。以此类推，无论是物质财富，还是名誉地位，甚至是自己宝贵的身体，乃至一生所爱之人，他们都不在别处，最终都在你的心里。所以是心外无物。这就像一句话所说，这世上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用、去体会，但并不会被你真正占有。当我们能做到心外无物时，就已经是有所智慧、有所见地了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时时刻刻都在心随境转，外界稍微有一点不如意，自心立马就升起波澜，喜怒哀乐涌上心头，这即是人生的苦与烦恼。但我们如果把心中的种种感受当真，便会时常想要改善自己的内在，想让自己更好、更快乐、更有爱，于是就会时常陷入内在的对抗中，这就又是另外一种苦和执着。此时若再进一步，做到心内无物，以心空悟，那便是领悟到禅宗的意义了，便能真正意义地解脱内在一切烦恼痛苦。塞翁失马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听说过。马丢了，塞翁心中一片坦然，毫无执着。几天之后，那丢失的马不但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了一匹好马。塞翁失马时的坦然呢，并不是他预先知道丢失的马还会回来，而是他能坦然面对丢马时的内在感受。很显然，塞翁并没有给自己讲道理，也没有试图用某种智慧开导自己，这其实就是心内无物，以心空悟的体现。所以我们不妨学学塞翁，坦然面对心里的感受，以心空悟，这本身就是智慧的运用，又何须用智慧多做些什么呢？我们心内的感受、认知、想法，在佛家统称为法，而在佛法的角度呢，心内之物也不可得，即是无一法可得，这也包括了佛法本身。这一点，六祖慧能在坛经中也说得很清楚。
所以佛法作为一种法，虽然存在于我们心内，但作用却是要让我们首先看清心外无物，进而再看破放下一切心内的法。这也即是《坛经》所说的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直心，通达无碍的含义。佛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来说法，其实是迫不得已，是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看见心是什么，它从哪里产生。而禅宗更加直接，禅宗讲究以心传心，并说凡有言说，均无实义。听到这里，我们也便会理解昔日灵山法会上，佛陀拈花示众，众人不解，唯有迦叶尊者莞尔一笑，这便是以心传心，顿悟成佛。对此，慧能也在《坛经》中说：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众生是佛。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这其中的关键呢，就是真如本性4个字。我们的心为什么能认知？为什么会产生种种念头和情感？这都离不开真如本性。找到这个真如本性，就是顿悟了。佛的用意也就体悟到一半了，也即是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了。然而真正要想做到心内无物和以心空悟，是一件很精微又有些矛盾的事。我们不能说自己心内无物，因为当这样说时，就是一个念头的产生。心中有了这样一个念头，怎么能说是心内无物呢？这也正如佛在《金刚经》中所问：阿罗汉能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吗？须菩提回答：不能。这就是因为阿罗汉如果这样说，就是心中还有我，还有阿罗汉的概念和念头存在，那显然就不是完全体悟空性的阿罗汉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能做到心内无物，那就是顿见真如本性。严格来说，我们常说的心性呢，其中心与性是2个概念。心代表各种念头、感受、智慧、情绪等等，性是心产生的根源，所以称之为心性。心与性的关系，就像云朵与天空的关系。见到真如本性了，我们就好像变成了天空。念头与心中的感受就像天空中的白云、乌云和微风，完全不会影响到天空本身广阔自由的存在，甚至天空中是否有云朵，对于天空都没有区别。这便是心内无物。所以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中多次强调要识得本性，识得自性。禅宗的顿悟就是顿见真如本性，就是透过那种种念、种种法，看见心产生的根源，去看见那片天空。这也即是《金刚经》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深意。无为法即是真如本性，即是天空。天空是无为的，有为、有差别、有变化的只是天空中的现象。没有无为法，便不会存在有为法的差别。我们如果执着了有差别的现象，认为这个好，那个不好，这个人是智者，那个人是凡夫，这个人聪慧，那个人愚笨，类似种种分别，即是远离了真如本性，将自己活成了某一个念头。如何破除这样的分别念呢？《坛经》里的无相颂说：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何谓邪正不用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貌似正义的概念和邪门歪道的念头都不用。我们自身的美德与智慧，并不因为他人的过失和愚痴来体现。但凡有对错、高低、正邪等二元对立的起心动念，但凡把这样的念头当了真，那就是妄念了。而六祖为什么专门说邪正不用？就是因为善恶对错、正邪分别，
让我们最容易起心动念，迷惑其中。一旦迷于其中，都将是一场自我的证明，就没有真如本性可言了。所以即是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所以无念是坛经里最重要的一个智慧。正如经中所说，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。无念并不是说一念不生，百物不思，而是说对任何念头都了了分明，却不参与其中。坛经里这样描述无念：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，是为无念。用即便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看见一切法，心中都没有任何的牵挂和分辨，这就是无念，而不是说不生一切法和念头。这颗本心用起来能够照亮一切念头，而不执着，不成为一切念头。同时，坛经中还提出了无念行，但净本心是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意思就是说，回归到清净本心，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身体、思想都可以去用，但在用的过程中，要毫无挂碍和牵连，不沾染这世间的尘埃，就好像自己不存在一般，就好像真如自性在自发流动一样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一切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其实都是真如自性的体现。生命的时时刻刻也即是涅槃，因为涅槃也就在本心之中。真如本性时时刻刻都与世间的一切现象同步存在，就像天空与云朵的关系，并不是说云朵消散了才会有天空。我们如果能找到那一切现象的发生之处，心的发生之处，即是顿悟成佛。所谓顿悟，就是瞬间发现心内心外的一切现象都不是自己。那个最终剩下的解脱、喜悦与真实，即是真如本性。这也是坛经倡导解脱与世间同在、出世与入世统一的珍贵之处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